晚上9点，悠悠山庄，海童从儿童房出来，看到丈夫抱着女儿站在房门口等她。宝宝睡了吧？战印将女儿递给海童，轻声问着。贝贝到了晚上就爱跟着你。贝贝平时很懂事，乖巧可爱，一旦哭闹就不好哄，要跟着妈妈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就像一块牛皮糖似的粘着海童。这个时候老太太都带不了她。老太太说亲生的就是亲生的。平时贝贝是留在山庄里，有老太太等长辈照顾的，但小丫头还是最黏妈妈。海童抱过女儿，轻捏一下女儿的脸。都9点了，还不睡？哥哥已经睡了。战印帮儿子关上儿童房的房门。宝宝这么快就睡着？海童抱着女儿与丈夫一起回房，边走边说道：白天疯玩了半天，又去游泳，累了，沾床便睡。妈妈。贝贝搂着海童的脖子，软软地叫着。怎么了？贝贝把头枕靠在妈妈的肩膀上，撒娇的意味很深。战印伸手摸摸女儿的小脸。这么久不见爸爸，也不肯跟爸爸。你刚才哄宝宝睡的时候，这丫头的小嘴就扁了，要掉金豆豆。我不得不抱她出门找你。海童说道，你陪她玩2天。她就肯的了，分开了10天吗？贝贝毕竟才1岁半，还小，正是黏妈妈的时候。白天家里人谁带她都可以，晚上就很少人能带得到她了。夫妻俩回到房里，战印去给女儿冲奶粉。海童直接抱女儿进卧室，将贝贝放躺在床上，他也跟着往床上一躺。贝贝，早点睡，你白天睡的时间不长。贝贝跟着哥哥们玩疯了，睡的时间都不长，这个点应该困的了。以往贝贝都是8点多就睡，不过要妈妈哄睡。海童每天晚上都是8点半就开始哄女儿入睡，等到女儿睡着了，他才继续处理他带回家里的工作。爸爸。贝贝翻身坐起来，朝卧室外面叫喊。海童跟着坐起来，说道：爸爸在冲奶粉了。贝贝便爬到他的怀里，要他抱着，时不时就叫一声妈妈。很快战印拿着奶瓶进来。贝贝睡前还要喝上150毫升的奶粉，喝完了才肯睡，这是断奶后的习惯。战印将奶瓶递给女儿，妈妈喂。贝贝并没有接过奶瓶，要海童喂他喝奶粉。海童一手搂抱着他，一手接过奶瓶，说道：你是不够饿，饿极的时候早就自己接过奶瓶喝起来。战印在床沿边上坐下。怎么可能饿着他？到点了，保姆就会喂他吃东西，3餐准时准点吃，早晚各2次奶粉是妈妈喂。有时候中午午休起来，他会吵着要喝1次奶粉。老公，你去洗澡呀。海童冲丈夫眨眨眼，示意战印去洗澡。战一秒懂他话里的深意。海童带娃去阳城旅游了10天，夫妻俩属于小别。小别胜新婚吗？夫妻俩今晚想好好亲热一番，所以海童才会早早就让儿子休息。现在又哄女儿入睡，哄睡了2个娃才是夫妻俩恩爱的时间，否则2个孩子总是加进来，成了夫妻俩的电灯泡。行，我先去洗澡。战印起身摸摸女儿的头，说道：贝贝喝了奶粉要早点睡哦，爸爸先去洗澡了。贝贝只顾着喝他的奶粉，没有搭理爸爸。他喝奶粉的速度不快，窝在妈妈的怀里，喝着喝着就闭上眼睛，但嘴上的动作没有停止。等他喝完奶粉，已经睡得迷迷糊糊的了，但偶尔还会吸吮一下，完全不吸吮就是睡着了。海童轻轻地拿开奶瓶，随手放在床头柜上。虽说贝贝1岁半了，刚喝完奶粉，海童还是习惯性的抱他一会儿，才将他放在床上。战印从浴室里出来，他光着上身，手上拿着一条毛巾，边擦着头发边走过来。贝贝睡了吗？睡了，别吵，等他睡得沉一点了，再放他躺下。海童轻声说着丈夫，让丈夫不要说话别太大声。
抬头看到丈夫光着上身，身上还看得到水珠，她好笑的道：这么猴急做什么？身上的水珠也不擦一擦，又不穿上衣，等会儿都要脱衣服的，穿上去又脱太麻烦，就这样又不会被别人看了去。这个时候谁吃饱了撑着跑来打扰站大少爷啊？把身上的水珠擦一擦，用吹风机吹干头发。你每次洗了头都不吹干，就往床上一躺，那样不仅弄湿枕头，对你的健康也有影响的。老人家说的话，头发还没有干就睡，很容易头痛。不要以为你们男人不会头痛，那些毛病是不分男女的。战役说到，我头发这么短，很快就会干的，房里开着空调呢。等老婆洗澡出来，她的头发早就干了。片刻后，海童将女儿放躺在床上，帮女儿盖上小被子，对丈夫说道：你先在床上坐着，看着她，我去洗澡。有大人陪着，小家伙睡得会踏实一点。战印先把她搂入怀里，低头就吻上她的红唇，讨了一点甜头后，他在她耳边低哑地道：老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海童脸有点红，轻推开他，也就10天而已，几乎天天都视频通话。视频通话难解相思之苦，你在我的怀里，我真切地搂抱着你，才能安心。战印又要亲下来，被海童捂住了他的嘴：别亲了，再亲下去我都不用洗澡了。你看着女儿，我去洗澡。海童推开他，赶紧走开。战印低低的笑，没有再拉他，反正今晚他能睡到老婆。战印拿了本书，在床上坐下，靠着床头翻阅着书本，看了几分钟，大概是看不进去吧，便将书本合上，放在床头柜上，身子一倾，俯下身去，凑到宝贝女儿的跟前，静静地看着女儿熟睡的样子，越看越觉得他的女儿真的好可爱，精致的像只洋娃娃。女儿长得既像他又像海童，总之就是集结了爸妈的好基因。贝贝，爸爸真的好爱你们。战印伸手轻摸女儿的小脸，又用自己的脸贴贴女儿的脸，小家伙睡得香甜，没有醒转。海童出来看到丈夫在逗着女儿，她边走过去边轻声说道：你把她弄醒了，哭闹，你哄她。我动作很轻很轻的，不会弄醒她。战印坐正身子，对妻子说道：老婆，咱们的贝贝越看越漂亮，比叶君博的闺女小时候还要漂亮可爱。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可爱，妍妍像贝贝这么大时，你看到人家眼睛都移不开，恨不得抱回来养。现在自己又有了女儿，就嫌妍妍小时候不可爱了，那是什么时候都是自家娃更可爱的。战印嘿嘿的低笑，很快他又不笑了，羡慕地道：我现在还是羡慕叶君博，他的2个孩子都很懂事，读书成绩很好。君言小小年纪就有大姐的风范，也不知道咱们贝贝以后上学成绩好不好，能不能像妍妍那么懂事，让父母省心不少，还能管好弟弟们。海童说道：你以前是学霸，我也不差，咱俩的玩智商高得很，成绩不用愁的。反正宝宝的成绩我就不愁，我感觉宝宝的智商比你还好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他就要比我好才行，否则以后守不住战家庞大的家业。不过有些夫妻俩是学霸，生出来的孩子却是学渣，多个孩子的前面几个孩子都是学霸，最后一个是学渣。海童瞪他：咱们贝贝才不会是学渣呢，绝对是学霸。你要说女儿是学霸，以后她上学了真是学渣的话，找你算账，你张乌鸦嘴将我女儿说成了学渣。战一笑：是，我们的女儿是学霸，不是学渣。我不说了，我战印的女儿聪明绝顶，现在才1岁多，都能看出她的聪明劲儿了。想想若是女儿是个学渣，战印也无法接受，可能会被气得吐血。希望女儿以后是个学霸吧。见海童也洗了头，战印立即翻身下床，去拿来了吹风机。
拉着老婆出卧室，在外面帮老婆吹头发，免得吵醒了女儿。头发吹干后，放好吹风机。战印回到老婆身边，自背后搂住老婆的腰肢，摸了摸后夸赞地道：“老婆，你的身材保持得真好，还是那么苗条。要是不说，没有人相信你生了2个孩子。在我眼里，你还如同咱们刚认识时那样青春靓丽。”海童身子靠在他的身上，说道：“30几岁了，人到中年，再怎么保养，也不可能像以前那般青春靓丽。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都不用护肤品，素颜朝天，天生丽质，天生的美人胚子。如今不护肤都不行了，素颜的话，皮肤变化摆有明面上，人呀都会老的。青春永驻就是一个笑话，靠的是化妆。年纪大一点，化了妆都会显得年轻了好几岁。所以啊，那都是技术，是高科技手段，并非真正的春青永驻。再过几年，孩子们都大了，咱们就开始显老了。海童倒是能够坦然面对渐渐老去，谁都会老的，只要心态好，老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。像奶奶那样乐呵呵的，自信的很，哪怕90高龄了，也是老人堆中的佼佼者。没那么等咱们都当了公公婆婆，才是老了，宝宝才6岁呢，咱们还是上午的太阳，强壮的很。战印边说着边低下头去，在爱妻的腮边亲吻。老婆，老地方还是在卧室里。老地方吧，吵醒了女儿就尴尬了。以前还没有生女儿，宝宝还小时，夫妻俩恩爱，谁想到儿子忽然醒来，吓得夫妻俩赶紧扯被子紧紧地盖住身子。他还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哄儿子重新入睡。小家伙半夜醒来，没那么容易哄睡，费劲得很。从那次之后，夫妻俩恩爱，都是先哄睡了孩子，然后躲进小书房里，里面特意添加了一张床。书房门一关，管孩子醒不醒，那是小夫妻俩的2人世界。战印笑，弯腰抱起了老婆，就往小书房走去。一夜温情。隔天，海童又是被女儿弄醒的。小家伙醒来后，习惯性的就爬到妈妈的身上，爬在妈妈的怀里，这份重量很自然就将海童弄醒了。他还没有睁开眼，就先搂抱住女儿的小身子。贝贝醒了，妈妈不睡。贝贝是说他醒了，叫妈妈也不要睡了。海童笑，好，妈妈也不睡了，咱们起床。他睁开眼，还是拥着女儿，母女俩亲昵了一会儿，他才将女儿放坐在身侧。他起身，觉得有点腰酸酸的，这是昨晚放肆的后果。小别胜新婚，战某人那是真勇猛呀，缠着他燃烧了几回。此刻贪欢的恶果来了，得，今天还是在家里休息吧，再休息1天就要回公司上班了。贝贝，爸爸呢？海童问道。贝贝答道：爸爸，奶粉。海童哦了一声，他翻身下床，揉了揉泛酸的腰肢。爸爸在外面给贝贝冲奶粉是吧？贝贝点头，他爬站起来，朝妈妈伸出双手要妈妈抱。海童抱起他，抱着他去找衣服过来，帮女儿换过了衣服。等战印拿着奶瓶进来时，将女儿塞给战印，他去洗刷。白天贝贝没那么黏他，战印还能喂女儿喝奶粉。可能也是饿了，贝贝看着妈妈走开，也不哭，老老实实的窝在爸爸的怀里，2只手抓住奶瓶，喝着奶粉。早上他一定要喝1次奶粉才肯吃点其他的。1岁半大的娃娃，奶瘾还是很大的。000，战印的手机响了，他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掏出手机，来电显示是叶军博。他接听了。战印，我们现在准备登机了，你们是在山庄里吧？我们的私人飞机直接降落在你们家大草坪上。行，随时来都能降落。叶军博坐的私人直升飞机。贝贝伸手抢手机。贝贝别抢手机，是妍妍姐他们要来了。战印不让女儿抢手机。
叶君博在电话那边听到他说的话，笑道：贝贝在你身边呀，都会抢手机了呀。他都1岁半了，几个月大的时候就会抢手机了。你以为我女儿才1个半月大吗？叶君博嘿嘿的笑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你闺女都1岁半了。